只要不碍着伯府的事，游方银任凭大人处置，我游家绝不插手。2个女儿同时入狱，清远伯肯花13000两捞嫡女游月，却对庶女游方银只字不提。他不知，正是自己的这番说辞送游月走上了不归路。游月得罪江雪宁，清远伯府虽也算世家，但3代无人掌实权，只剩下了个空架子好看。用清远伯自己的话说就是，能保得住祖上传下来这个虚衔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到了这一辈，清远伯把振兴家业的希望放在了游月身上，送她入宫伴读，有意让她竞逐临淄王妃。姚熙是吏部姚尚书之女，姚尚书看中刑部给事中张遮的才干，不惜亲自上门提亲。游月见姚熙嫌张遮官小不愿意亲，出主意给张遮扣了个客妻的帽子。江雪宁知道后，唤游月说自己有话要讲。待游月走近，江雪宁突然伸手抓住游月就往缸里摁，呛得游月差点背过气去。从上一世起，江雪宁就爱张遮。游月毁张遮清平名誉，得罪了江雪宁。江雪宁设局游月休沐，从游方银屋里搜出大量银两，派去跟踪游方银的人传回话来，游方银时常与一个叫人为质的人见面。于是游月押着游方银去找人为质，预备带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便吵僵起来，好告江雪宁教唆游方银做丑事。江雪宁佯装挨了游月的打，游方银听见江雪宁嚷，打开门，抄起凳子就追着游月打。江雪宁命人报官。正值京中平南王逆党作乱，新武卫的周银之早得了江雪宁的示下，以寻衅滋事罪把游月和游方银下了大狱。牢房昏暗，游月被老鼠吓得死命尖叫，一晚不敢合眼。清远伯怕被打成逆党祸连满门，掏空家底把游月带回了家，任游方银自生自灭。游方银终于明白，清远伯府就是个豺狼窝，没有一个人对他好。游方银在心里彻底与清远伯府决裂。游月在牢里关了一夜，又冷又饿，回府为自己辩解，谁知父母丫鬟平日见惯了他欺负游方银，没人相信他。游月气急，闹着要去告周银之收受贿赂，被忍无可忍的清远伯一巴掌打得摔在地上。被禁足后，游月又一次想到了任为质。任为质24岁，屡试不第，于父亲去世后接管了家中的盐场。人家盐场历经上百年的开采已接近枯竭，任为质又一身书生气，2年下来，家中境况大不如前，原有的长工十不存一。任为质研制出了新的采矿方式，能将汲取多年已经干涸的废井重新开采。他四处借钱不成，不得已便卖了一部分祖产，才凑够从蜀地上京的盘缠。江雪宁知道盐场会经历大起大落，故意送游月昂贵的金钗示好，让他觉得有利可图。游月找人打听任为质，知其在京中熬了快有1个月，有许多人上门打探消息，只不过不是真的要出资或借钱，而是想骗任为质手中的图纸一官。游方银急于离开清远伯府，他以入股为名要求任为质与他假结婚，带回到蜀地便合理。游方银这么做原因有4：第一，任为质斯文有教养，没有伤人的奸猾市侩，是个好人，游方银和他在一起不担心被欺辱。第二，任为质不善经营，盐场每况愈下，他需要钱，有求于游方银。第三，游方银只有远嫁蜀地才能彻底摆脱游月的控制。第四，人家与清远伯府结亲能降低游月的防备心，让他尽可能多地拿钱入股。认为这是游方银有限的人生阅历里最好的选择，也是游方银对亲姐姐游月最狠的报复。听了游方银的话，任为质愣了许久也不敢相信。他在屋里走了好几圈，问明原委后说自己和他都需要冷静下来仔细想想，若游方银仍坚持，他才敢说答不答应的事。几日后，任为质去清远伯府提亲。清远伯本没把这个破落户看在眼里，但有游月在一旁帮腔，又想着3000两彩礼换一个妾生的丫头不亏，于是点头同意了。虽是假结婚，但江雪宁还是给游方银添了3000两做嫁妆。游月拿了2000两，并认为质托他说项贿赂的2000两，入股盐场。认为质本就心悦游方银，回到蜀地后，把家中一应事宜都交由游方银打理。卓同景大获成功，游月喜不自胜，
却不知江雪宁已经联系上了薛定飞。江雪宁和薛定飞算计游月20年前平南王谋逆，重兵围了皇宫，要求薛太后交出沈郎。当时宫中仅有世子薛定飞与沈郎年纪相仿，又熟知宫廷中事，于是薛太后将薛定飞推了出去送死。平南王没有杀薛定飞，助其改名谢威。一日，谢威出行，遇着一个拦路的小乞丐，衣不蔽体，大冬天裹了条麻袋被人赶走，摔在地上磕的膝盖和额头上全是血。平南王把他小乞丐带回去，让他做了薛定飞，而那些知道真相的人相继死于意外。谢威平时并不在意薛定飞如何斗鸡走狗纵马赌钱，他要的是薛定飞回到薛氏随时待命。至于薛定飞和江雪宁联手算计游月这样的小事，他是不知的。上一世薛定飞现身京城的时候，江雪宁已经是皇后，正和皇贵妃薛淑斗得你死我活。薛定飞无一不会无一不精，一副混混做派，把父亲薛远气得晕头转向。他喜欢江雪宁，对他俯首帖耳，半点不给薛淑这个庶妹面子，见了面还故意拿哥哥的身份压薛淑。这一世薛定飞对江雪宁一见钟情，依然非常听江雪宁的话。卓统景成功后，清远伯府以照顾游芳吟的名义派了个管事去，想要蚕食认识盐场。一日，盐场一位老长工正饮盐煮气，没留神拦了这位管事的路。管事喝了酒，不听解释，揪着老长工便要打。饮气的主管断裂，得用盐气，张火便烧了起来。消息传回京城，江雪宁算准手头拮据的清远伯承受不起亏损带来的心理压力，借薛定飞的名义从他手里低价买走了盐场的股份。游月的结局人家出事，其他大盐场趁火打劫，要卓统景的技术不成，便纠集了一帮混混闹事，让人不敢再为人家效力。游芳吟出主意，请了知府和本身经营步履维艰的小盐场主吃饭。席间，他提出只要这些小盐场主愿意在接下来的5年内将利润的半成付给人家，人家愿意共享卓统景制造之技艺，半成利润便可换废井变新井。小盐场主们纷纷签约，任氏盐场得以盘活，股价一飞冲天。游月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，回到家才得知父母带他做主已经卖掉了股份。他承受不住大喜与大悲之间的心情切换，脑子里嗡的一声响，没稳住身形，直接朝旁边倒了下去。经此一事，游月磕坏了脑袋，变得疯疯癫癫起来。游月为人蠢笨狠毒，先是欺负游芳吟，后是毁张遮婚姻大事，因此遭到了江雪宁和游芳吟的报复。他自以为游芳吟好拿捏，却不知游芳吟之所以逆来顺受，不过是不愿母亲为难。母亲走后，游芳吟看透了父亲偏心的嘴脸，对清远伯府再无一丝留恋。他会报复，一点不奇怪。江雪宁唯恐清远伯不上当，选择了联手薛定飞。可笑清远伯在千恩万谢的送走薛定飞的人的时候，还不知自己已经给女儿游月套上了夺命的枷锁。游月自此疯癫，结局凄惨却大快人心。